所有美国人都应该清楚地认识到，我们国家存在非常严重的左翼恐怖主义威胁。与你们最近经常听到的国内恐怖组织安提法，就是所谓的反法西斯主义运动有关的激进分子，我关注他们已经有10年了。还有其他极左极端分子一直在对移民海关执法局的特工和其他负责执行联邦法律的官员进行暴力活动。在芝加哥，无政府主义者至少监视了当地4个移民海关执法局的设施，并在网上发布了这些建筑的图纸，这绝非好事。还附上了他们要攻击的特定移民海关执法局特工的照片，尤其是一位高层人士，一位伟大的爱国者。今年7月，大约10几名与安提法有关的武装分子袭击了德克萨斯州的移民海关执法局设施，然后引诱警官走出大楼，向警察开了几十枪。坦率地说，他们疯了，击中了一名德克萨斯州警官的颈部。在俄勒冈州波特兰市，安提法的暴徒多次袭击我们的警官，并围攻联邦财产，企图以暴力手段阻止联邦法律的执行。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非常合法，而他们所做的是非法的。例如，波特兰市长和芝加哥市长，他们所做的事情是不合法，他们必须非常小心。此外，2周前，达拉斯的一名激进左翼恐怖分子对当地的移民海关执法局设施进行了狙击，造成2人死亡，并留下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希望这能给移民海关执法局特工带来真正的恐惧。这太糟糕了。就在这个月，查理·科克遭到一名极左极端分子的暗杀，他在子弹架上刻下了“黑法西斯分子”抓住子弹的字样。近10年来，左翼暴力和受安提法煽动的恐怖活动愈演愈烈。在大学里，安提法组织暴乱人群，袭击校园演讲者。我经常看到，这些人是煽动者、无政府主义者，而且是受雇的。你们很快就会发现这一点。你们应该看看我们掌握的关于这些人的信息，他们是坏人，是想要摧毁我们国家的人，我们不会让他们得逞的。他们利用武装团伙袭击全国各地的警察，并袭击报道他们罪行的记者，们。别担心，你们很安全。我希望这不会让你们改变立场，但他们的确对人们构成了威胁。我们将对他们构成更大的威胁，比他们对我们的威胁更大。这包括资助他们的人，可能包括我认识的一些人。我和其中一些人一起吃过饭，但如果他们真的在资助他们，就麻烦大了。所以我们将密切关注那些资助这些行动的人。你们看看那些标语，他们是用漂亮的纸张制作的，非常漂亮、精致、硬挺，是非常昂贵的纸张，配有漂亮的木柄。所有标语都一样，颜色也一样。他们来自非常昂贵的印刷机。这些人不是在地下室里写标语、有信仰的人，他们是受雇的无政府主义者。至少有3位勇敢的记者亲自遭受过安提法的袭击。安迪无因，其工作多次遭到安提法暴徒的殴打。安迪也是一个非常认真的人。我必须告诉你们，我关注他很久了。安迪来了吗？我就知道你好，安迪，我就觉得是你。你看起来比你在街上好多了，是吧？你看起来好多了，很高兴你来。我想你在这里会感到更安全一些，也许吧。也不是那么安全，因为你还得防着他们。非常感谢。安迪吴多次遭到安提法的殴打，其中一次袭击导致他脑出血。就在几天前，尼克索托在波特兰遭到一群焚烧国旗的暴徒袭击。我们已经将煽动骚乱的行为处以1年监禁的处罚。我们在这里无法考虑言论自由。法院曾有判决表示你有言论自由，但实际情况是，当他们焚烧国旗时，会煽动和激怒人群，这是他们从未见过的。
双方都会出现这种情况，最终导致骚乱。所以我们以此为依据，我们不是从言论自由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我一直都非常重视言论自由，但这一点从未通过法院的认可。他们所做的就是煽动。当你焚烧美国国旗时，你会煽动巨大的暴力。我们有很多例子，很多的例子，而且实际上都有录像，你会看到一些事情发生，而这些事情只有在焚烧国旗的情况下才会发生。最近，凯蒂·戴维斯库特在波特兰被一名安提法激进分子用旗杆击中面部，导致他眼睛严重淤伤。所以，凯蒂，非常感谢你。我还想说，我关注了尼克。尼克在哪里？尼克来了吗？尼克你好，尼克，你经历了一段艰难的时期，我关注了这件事。我希望你收到了我的便条，我给你写了张便条。我真的很感谢，这很有帮助。当时情况很困难，压力很大的，你的字条帮了大忙，我真的非常感谢。实际上，我认为这很糟糕，非常糟糕。我们待会儿要稍微谈一下这件事。在上届政府领导下，司法部将忠实的天主教徒、基督徒和爱国的父母视为国内极端分子。他们说：“哦，他们很极端，因为他们信仰上帝，他们很极端。”因为他们去天主教堂或福音派教堂，每个人都如临大敌。如果你是一个非常糟糕、变态的人，他们会放过你。但是，在川普政府领导下，我们将追捕安提法罪犯，所有资助和支持他们活动的人都将面临麻烦。我们已经有很多记录了，很多令人惊讶的事情，很多糟糕的意外，这些人是你做梦也想不到的。我要感谢司法部长帕姆邦迪。顺便说一句，他昨天在国会表现得非常出色，太棒了，他完全是发自内心的，当然也动了很多脑筋，因为他非常聪明，但他是发自内心的。每个人都在谈论这件事，他揭露了一些虚假的参议员，这些糟糕的参议员，像布鲁门萨尔这样的人，他有20年的虚假参军记录，他一直在说自己是个英雄，但结果是他20年来从未去过越南，他一直在说自己是越南的英雄。后来当他说出自己所在的排时，这件事就被曝光了。有人从那个排里出来，说他根本不在我们这里，然后他哭了，准备退出选举。真是可耻。然后他开始批评像帕姆这样的人，而他是个爱国者，他们应该对采取行动。你知道，我们有一位年轻的国会议员，现在因为谎报大学学历和其他事情而入狱。坦率地说，那不太非常糟糕，但与布鲁门萨尔相比，那根本不算什么。我的意思是，布鲁门萨尔所做的事情，他当了20年的英雄。一位伟大的战争英雄，然后他往后一坐，你知道，装出一副道貌岸然的样子，俯视着别人。你怎么敢对美国民众做这种事？真是个骗子。但我认为帕姆昨天表现得非常出色。还有克里斯蒂诺姆部长，他真的非常勇敢。克里斯蒂，我很感谢你，你做的事情太了不起。联邦调查局局长卡什·帕特尔，他真的提出了一些很棒的信息。卡什，太棒了。继续提供，因为有很多信息。司法部副部长，你所能找到的最好的律师之一，托德·布兰奇，我认识，他是一位优秀的律师，因为我就在这里，非常感谢你，托德干得好。现在请邦迪总检察长讲几句，然后是诺姆部长和帕特尔局长，我们还会请在座的一些非常有勇气的人发言，他们几乎都是记者，他们会发言。最后我们会接受媒体的一些提问。好的，帕姆，请。Thank you, President Trump. 谢谢川普总统。正如您所说，安提法是一个国内左翼恐怖组织。多年来，我们一直在视频中看到他们，因为他们想被看到，而且他们逍遥法外。他们殴打记者、袭击法院、袭击警察局，公开泄露并袭击我们的执法人员。拜登政府多年来让他们犯下这些罪行，而完全不受惩罚。像普利兹克和市长布兰登·约翰逊这样的民主党领导人也是如此。上周，独立记者尼克·索特尔仅仅因为保护自己免受安提法的侵害而被捕。我在网上看到了，我打电话给尼克，我简直不敢相信发生了什么。他所做的这一切只是为了保护我们的美国国旗不被焚烧。
他被推倒并遭到袭击，但当地警察逮捕了尼克，而不是袭击他的安提法暴徒。安提法分子感到自己有权公开活动，因为软弱的民主党人对他们的行为视而不见。他们对川普总统和法律与秩序议程的仇恨助长了他们的暴力行为。自1月20日以来，我们看到针对我们的边境保护局特工的袭击增加了1000%。部长诺姆正在第一线为你们而战，以确保我们联邦官员的安全，确保我们联邦大楼的安全。我们不会再容忍这些暴徒。我们看到了波特兰和芝加哥发生的事情，你们也看到了达拉斯发生的事情，不会再有这样的事了。这不是正常表达，这是无政府状态。我们不能也不会让蒙面恐怖分子焚烧我们的建筑物，袭击我们的执法部门，恐吓我们的社区。在您的领导下，川普总统，我们正在部署联邦执法的全部力量，来打击安提法和其他恐怖组织。这一努力是由史蒂夫·米勒领导的，谢谢史蒂夫。上周我发布了一份备忘录，命令我们的联邦执法人员缉毒署、联邦调查局、美国法警和烟酒枪炮及爆炸物管理局、保护移民海关执法局的官员免受安提法和其他激进左翼暴力侵害。帕特尔局长一直在不停地工作，他和司法部副部长布兰奇昨天在芝加哥，昨天诺姆部长在波特兰。我们正在全国各地与这种国内恐怖主义做斗争。我们已经让苹果和谷歌下架了那些阻碍移民海关执法局工作的手机应用软件，希望他们继续遵守。这威胁到我们联邦执法人员的安全。我们不会仅仅逮捕我们在街上看到的暴力罪犯就停止。打击犯罪不仅仅是将坏人从街上抓走，而是要一块一块地摧毁这个组织，就像我们对付毒品黑帮一样。川普总统，我们将采取同样的方法对付安提法，从上到下摧毁整个组织，我们要把他们拆散。感谢您的英明领导，以及将安提法指定为恐怖组织。他们确实是恐怖组织，美国人民将不再容忍他们疯狂的暴力行为。谢谢，非常感谢。非常感谢总统先生，也感谢您今天主持会议，关注安提法以及他们的恐怖主义行径。请大家不要搞错，这些人不仅仅是想威胁我们的执法人员，威胁我们的记者和这个国家的公民，他们还想杀害他们。他们的目的是摧毁美国人民和我们的生活方式，而总统先生正在阻止他们，他正在阻止他们将死亡和破坏带给只想在和平和安全中抚养孩子和孙辈的这个国家的公民。我还要感谢在座的各位如此大胆和勇敢，挺身而出，认识到安提法对我们生活方式的威胁，通过认识到他们是多么的先进，他们的网络是多么的精密，他们是如何渗透到我们整个国家的，以及我们如何看到他们的策略在各个城市上演，以及他们如何建立他们的资金机制。还有总统先生，我也要感谢我们的财政部长在深入调查这些资金机制，以及那些在美国城市中持续实施暴力行为的个人方面所做的工作。我昨天在波特兰有机会拜访了俄勒冈州州长和市长，他们完全掩盖了正在袭击他们城市街道的恐怖主义行为。您谈到了一些关于我们的移民和海关执法局特工，我们的边境巡逻人员的故事，他们如何受到攻击，如何被枪击受伤，以及这些地方城市的领导人所造成的破坏，包括普利兹克和约翰逊。他们要么忽视正在发生的事情，要么总统先生，他们正在帮助安提法掩盖这些行为。我们已经逮捕了几十名安提法成员或与他们有关联的人。我要感谢我们的司法部长起诉他们，并确保他们永远不会再见到光明。他们如此大胆，以确保我们将这些人绳之以法。我们最近在波特兰逮捕的一个人是安提法创始人之一的女朋友。我们希望当我们追捕她、审问她并起诉她时，我们将获得更多关于该网络的信息，并将他们从美国社会中彻底清除。今天我要感谢在座的新闻记者，感谢他们讲述这些故事。
并且愿意走上街头，报道美国正在发生的事情。很多时候，传统媒体对此视而不见，拒绝报道。各大新闻网络并没有真正关注这件事的本质，以及它对我们国家造成的损害，还有这个安提法网络的复杂程度，与 MS-13、PDA 这些黑帮，与伊斯兰国、真主党、哈马斯等恐怖组织一样复杂。他们有一个摧毁我们的议程，就像我们多年来一直对付的其他恐怖分子一样。今天，我们有了一位绝不容忍这一切，并将挺身而出为美国人民而战的总统。感谢你们的到来，感谢你们如此勇敢，感谢你们在这个关键时刻挺身而出。这很重要，这会带来改变。你们的人生会因为今天所做的事情而变得有意义。愿上帝保佑你们。谢谢您，总统先生，谢谢。非常感谢。卡什，请讲。总统先生，谢谢您，总统先生。美国人民在这次选举中赋予了您压倒性的授权，他们要求我们的公民享有安全保障。在您的领导下，您的政府为我们提供了所需的资源，采取了全政府的方法，在任何地方追捕罪犯，不仅在国外，也在国内。这需要全政府的配合，国土安全部、我们的司法部长、我们的副司法部长，以及包括斯蒂芬·米勒在内的白宫工作人员组成的机构间合作，使我们能够走出去，绘制这些网络。我们在联邦调查局所做的事情很简单，不需要高深的学问。我们在追踪资金流向，资金是不会说谎的，而这正是摧毁这个有组织的犯罪暴徒、团伙成员以及国内恐怖分子网络所需要的手段。因为他们就是恐怖分子，他们正在伤害我们每个社区的普通公民。你们在这里看到的各位，都是我们今天最勇敢的男女，他们正在实时报道这些事件，因为主流媒体不会报道，他们冒着生命危险，他们捍卫着国旗，我们至少应该支持他们。所以，我向你们表示感谢。我读你们的故事，比读他们的多。因为你们在传播真相，我们应该生活在一个你们能得到同等保护的国家。我们联邦调查局将以复仇的姿态追捕罪犯，在我们找到每一个线索、资金捐助者、组织和资金机制之前，我们绝不罢休。我也要响应部长的评论，感谢斯科特·贝森特，他让我们能够通过他们的金融犯罪活动来绘制这些网络。这种情况已经持续了几十年。我想提醒美国民众，他们花了数十年时间建造了这座腐败的殿堂，但在短短8个月内，总统先生，在您的领导下，由于机构间的合作，由于像副司法部长布兰奇这样的人，以及由于司法部长帕姆邦迪无所畏惧的领导，我们可以追捕任何地方的罪犯。您已经摧毁了他们的根基，他们将无处遁形。他们之前之所以能够隐藏起来，是因为他们与前几届政府勾结，而我们正在揭露他们内部的腐败。我们将通过夏季热浪行动，以及我们在联邦调查局开展的其他行动，前往这个国家的每一个城市，将这些罪犯绳之以法。无论你们身居何处，无论是私人的还是公共的，我们都会逮捕你们每一个人。无论你们的目标或野心如何，都将被宪法所粉碎。因为美国人民理应享有法律和秩序，而这正是我们将要给予你们的。非常感谢卡什，干得漂亮。也许我们可以从这边开始。你们有人想说点什么吗？请随意，你们可以在这一群优秀的人面前发言。还有记者和媒体人士，你想开始吗？好，请讲。当然，川普总统，各位内阁成员，非常感谢你们能促成这次会议。今天我们能在这里，并且是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说明你们对跨性别恐怖分子的问题以及与安提法合作的城市和警察部门的重视程度。我是说，波特兰的政客们简直愿意牺牲自己的市民，只是为了安抚这些安提法恐怖分子，这太令人作呕了。很明显，我亲眼目睹了这一切。那天晚上我被关进监狱时，从未想过会发生这种事。我以为他们可能只是为了我的安全才转移我，我从没想过我竟然会被指控犯罪并被逮捕。而在此之前，我刚被人打倒在地。出狱后，我接到了国土安全部的电话，你们其中一位，我不说是谁了，但一位非常接近诺姆部长的人说，他们确实很担心我在波特兰监狱里的安全，但幸运的是，波特兰监狱里基本上只有我一个人，因为在波特兰他们并不抓任何人，除了保守派记者。
Look, I'm glad that it was 听着 not a good night for me. Let's just say that. It was not fun sitting in that jail, but 我很高兴那晚对我来说不是个好夜晚，就这么说吧，坐在监狱里不好受，但我很高兴看到事情的发展，我能够和一大堆 FBI 探员、ATF 探员、DHS 探员交谈，直到我去了那里，去了那个海关执法局机构。 and the morale is at an all 我才知道他们的存在，现在他们的士气正处于历史最高水平。看到这些人，知道他们现在有国土安全部长、司法部以及川普总统的支持，并且他们可以完成自己的工作，这真是太令人兴奋了。他们将会完成这项任务，驱逐这些暴力罪犯。 and deport these violent criminals. I believe 川普总统 I did a ride along with Secretary Noem yesterday, President Trump. 我相信昨天在我和诺姆部长一起巡查时， Had come into the country 5 times over the 发现其中有一个恋童癖者在过去7年中5次非法进入这个国家。 Apparently under the Biden regime that was just allowed to happen. That was fine. 7年啊，显然在拜登政府的统治下，这是被允许发生的。 Police Department as well as the governor of Oregon. 没问题。令我担忧的是，你看到波特兰警察局以及俄勒冈州州长和市长，当然，他们都在为非法进入该国5次的恋童癖者辩护。 Taking a front row seat in the 这太疯狂了！我很高兴这件事占据了媒体的头条，他们被迫在现实中谈论这件事，因为我们是实地报道的人，我们是真正报道正在发生的事情的人。而许多传统媒体多年来要么对此视而不见，要么为安提法辩护。非常感谢你们认真对待这件事。川普总统，你提到了那面美国国旗，记得吗？ And President Trump, you mentioned that. 你之后发布了一条真相社交的帖子， Right after I 那个人在街上烧国旗，我把国旗抢救了下来，这是他烧的那面旗。 Yes, do you know who he is? 你知道他是谁吗？ So why don't you give it to? 我知道，不如把他交给帕姆部长， Let's start prosecuting. 起诉他。我这儿还有一面旗，也是他想烧的同一个人。 Well, you also saw what happened when that flag 你也能看到， everyone 烧国旗会导致什么？所有人都变得疯狂。事情是从他们烧旗子的时候开始。谢谢你。如果你能提供信息，那就太好。至少那个糟糕的夜晚让你出名了。他当时已经……我收到了美国总统发来的短信， so I appreciate 我很感激。川普总统在那件事发生在尼克身上后，我打电话给哈米特·迪龙，我们公开对波特兰警察启动了模式和实践调查，调查他们怎么会让这种事发生。总统先生，我是布兰迪·克鲁兹。今天我们非常激动，您能感觉到这一点，因为我们中的一些人已经报道安提法15年了，却从未有任何当权者承认他们的存在。而且我要告诉您，我认为您为应对这一祸害所做的最有力的事情，就是承认安提法是真实存在的。我真的相信，如果不是您将他们称为恐怖组织，并说要动用联邦政府的全部力量来对付他们，今天在座的各位中，可能已经有人在波特兰被杀害了。前几天，我和波特兰的凯蒂·戴维斯库特谈过，他整个夏天都在受到袭击。他说的情况也一样。自从您做出那样的定性之后，他们似乎没那么容易诉诸暴力了。他们在思考，他们在担心。波特兰已经有大约20几人被捕，他们不想进联邦监狱。有一个视频，其中一人之前对着移民海关执法局的特工耀武扬威，被拘留之后就开始发抖。一旦摘下他们的面具，他们就什么都不是。很多人不让我说这个，但是我还是想告诉你，因为这和我们今天谈的事有关。那就是我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证明人们可以从憎恨川普综合症中恢复过来。我曾经有很严重的憎恨川普综合症，大概有8年的时间。这也是我摆脱憎恨川普综合症的原因之一。顺便说一句，摆脱这种病的感觉太好了，我更快乐、更健康、更成功，甚至我觉得自从我摆脱了憎恨川普综合症后，我都变得更有魅力了。你知道，我是西雅图的一名记者，坦率地说，我一点也不关心你们对这次会议有什么看法，我一点也不在乎。我们不是为了你们而来，我来这里不是为了说服你们，让你们相信安提法是真实存在的，因为如果到现在你们还没有得出这个结论，那么你们永远也不会得出这个结论，因为你们不想看到它。你们会说这是一群右翼保守派人士在这里编造故事。我曾经也是你们中的一员，我曾在西雅图做过10年的主流媒体记者，我是一名在街头做采访的电视台记者，但我仍然受到了安提法的袭击。
所以这与是否保守无关，而是与那些去那里展示他们所作所为的人有关。当我在经历了这么多年后，看到媒体不愿诚实的报道所发生的事情，民主党政客不愿诚实的报道所发生的事情时，我就想，天哪，如果他们在这件事上不诚实，也许他们在川普总统的事情上也不诚实，这让我开始以事物的本来面目去看待他们。现在我觉得你们很有趣，真的，就像我说的，我对此感到非常高兴，但对我来说，我一点也不关心他们会发表什么样的报道，我关心的是这个，我们还有3年半的时间，虽然我认为如果民主党继续这样下去，我们可能会有未来30年的共和党总统，但一切都不能保证，所以我希望在未来3年半的时间里看到政府全力以赴，以有意义的方式彻底摧毁安提法。我知道，安提，我们之前讨论过一些想法，这才是我们真正想要做的。我不在乎媒体说什么，我不在乎民主党说什么，他们永远不会意识到这个事实，所以我们希望联邦政府尽可能多地处理这些案件，看看波特兰和西雅图之间那些实施暴力行为的人的跨州旅行，希望在3年半的时间里，他们会变成空壳。可惜的是，除了安提法，还有很多其他的组织，很多很糟糕的组织，大部分已经被认定为恐怖组织了。还有一些我们正在处理，我认为我们已经控制住了局面，但确实还有很多其他的组织。但今天特别要说的是安提法，情况非常糟糕，我们会清理干净的。安提，你有什么要说的吗？非常感谢你，我很高兴你不再有憎恨川普综合症了，我对此感到非常欣慰，谢谢。感谢总统先生和各位内阁成员，我心怀感激。也想简单介绍一下我的背景。我出生在俄勒冈州的波特兰，从小在那里长大，那里一直是左翼的，非常激进，我喜欢那里。有咖啡馆、艺术家，以及那些过着波西米亚生活方式的人。2016年，我是波特兰州立大学的政治学研究生，我当时是学生报纸的编辑。那是一份非常激进的报纸，我被安排去报道选举之夜的示威活动。选举之夜的抗议活动演变成了骚乱，在波特兰发生了3天的暴力骚乱。那是我第一次看到一群群穿着黑色衣服、蒙着面的人。那是新冠病毒之前的4年，他们中的一些人挥舞着无政府主义的黑旗，一些人挥舞着马克思主义的红旗。几秒钟之内，他们就会从一条街横扫到另一条街，接连不断。第二天，我会阅读那些我当时还在读，并且很期待的主流媒体。我仰慕那些记者，但我震惊地发现，这些在我看来是反民主的政治暴力行为。按照他们的叙述，是合法的抗议行为，因为人们担心种族主义或者其他种种谎言。所以在接下来的4年里，我只是继续带着我的摄像机出去拍摄。我想人们可以因为我的文章带有倾向性而忽略它，但视频本身可以说明问题。2019年，这导致我差点丧命。我当时正在报道另一场由安提法发起的抗议活动，那次活动演变成了骚乱。在那个时候，这已经成了家常便饭。在波特兰，我遭到了一群人的伏击和殴打。我从来没有打过架，我甚至没有意识到自己受到了袭击，直到几秒钟后，拳头从4面8方打在我的头和脸上，我的眼睛和耳朵都在流血。然后他们把所有的饮料都泼在我的眼睛里，进一步羞辱我，嘲笑我。我被救护车紧急送往医院，做了 CT 扫描，我患有蛛网膜下腔出血，也就是脑出血，差点丧命。在那次死里逃生之后，我在左派媒体上看到的报道似乎暗示我罪有应得，因为他们给我贴上了极右的标签，有些人甚至暗示我可能伪造了伤情。BuzzFeed 的一名记者向我要我的医疗记录，我也提供了，但我感觉太糟了，好像因为我没有在那次袭击中丧生，所以又有一群人想置我于死地，但我坚持了下来。然后在2020年，波特兰确实成为了持续时间最长的政治暴力的中心。在那几个月的骚乱中，我卧底在那里，并且发生了一起暗杀事件，一名唐纳德·川普的支持者
名叫亚伦·丹尼尔森，被一名自称是安提法成员的人枪杀，凶手逃离该州，并在与美国法警的枪战中丧生。2021年，我天真的以为已经过了足够长的时间，又回去卧底，结果在市中心的街道上被追赶、殴打，差点被勒死。试图勒死我的人把我勒得太紧，以至于我眼睛里的血管都爆裂了。所以其中一个症状就是在那之后，我的眼睛完全充血，然后我住院了。我非常感谢您承认安提法的存在，并指示您的政府将他们视为国内恐怖分子，这将非常具有挑战性，因为他们的组织方式是分散的、自治的，并且他们以欺骗为手段。直到今天，我们仍然被告知他们不存在，这只是我们想象出来的。我认为司法部可以考虑联邦阴谋指控。去年加利福尼亚州圣地亚哥县捣毁了圣地亚哥的一个安提法组织，我认为或许国务院应该将安提法的国际分支机构指定为外国恐怖组织。总统先生，非常感谢您的邀请。非常感谢你，安迪，太不容易了。你那次被锁喉，差点没命。是吧？是的。那是我一生中唯一一次濒临死亡的经历。每当我现在想起它，我仍然感到非常震惊，我简直不敢相信，在美国的街头，这种针对公民的暴力行为竟然变得如此司空见惯，甚至被人接受和欢呼。而且在查理·科克先生遇刺后，我们再次看到这种堕落的行为在相当多的左派人士中上演。所以这个国家现在存在着一种很深的病态，这让我感到很痛苦，这让我很难受。波特兰到处都是大火，到处都是斗殴，到处都是暴力，太疯狂了。你跟州长说这些，他却表现得好像一切都很正常，什么问题都没有。这简直就像是从噩梦中惊醒。你在电视上看到到处都是这样，太糟糕了，太疯狂了，就像给孩子们看的电影一样。或者不仅仅是给孩子们，成年人也一样，到处都是被炸毁的城市和人，情况比那还糟糕。我觉得他们拍不出这么糟糕的电影。然后州长会站出来说，我不知道联邦执法人员为什么要来这里，这里一切都好，但神奇的是，人们希望我们去那里，真正住在那里的人，他们中的很多人已经离开了，但剩下的人希望我们去那里。芝加哥也是一样，在很短的时间内，他们发生了60-70起谋杀案，是谋杀案，有人被枪杀，有数百人被枪击，然后像普利兹克州长这样的人，或者这个低智商的市长，他们站出来，而他的支持率只有5%，人们都反对他。他们希望联邦执法人员进来。昨晚在电视上，漂亮的黑人女性戴着 MAGA 帽子，他们说我们不在乎谁来，只要阻止犯罪就行。他们不在乎是不是国民警卫队或军队，派任何人来都行，阻止犯罪。他们害怕出门，甚至都不能出门。然后像普利兹克州长这样的人，想想看，在很短的时间内，有50-60甚至70人被谋杀，确实是被谋杀，主要是枪支暴力，也有刀，但主要是枪支暴力，数百人被枪击。他们有一个周末，有18人被谋杀，71人被枪击。但你知道他们的借口是什么吗？他们说，因为那是个长周末，所以没关系。然后普利兹克州长就站出来说，我不知道他什么意思。他说，我们这里没有犯罪，他们疯了。我觉得他们实际上是很害怕的，他们的家人都住在那儿，我真的觉得他们很害怕。普利兹克在他的家族里是个失败者，他们把他从家族企业里赶了出来。他是个失败者，但你知道吗？他们实际上，我相信他们是害怕的，他们真的担心自己的生命安全。Jack， 请说几句。Mr. President, thank you so much for having us here today. 总统先生，非常感谢您今天能邀请我们来这里参加圆桌会议。安提法是真实存在的， Antifa has been around in various 在某些情况下， almost 100安提法已经以各种形式存在了近100年，可以追溯到德国的魏玛共和国时期。 now been just under 现在距离极左分子谋杀了查理·科克还不到1个月。 far leftist
但是我们看到成千上万的极左分子和身居要职的人，比如护士、飞行员、医生和人力资源部门，都在庆祝查理·科克的被谋杀。这种病态是绝对真实存在的。总统先生，感谢您提到其中一个弹壳上写着“黑法西斯分子”，另一个弹壳上写着 “Bella Ciao”。Bella Ciao 是安提法圈子里广为人知的歌曲，被认为是安提法的国际歌。我们房间里所有研究过安提法的人都非常熟悉这些符号。总统先生，我认为情况正在变得更糟。看看像20多岁的 Luigi Maggioni， 当然还有向您开枪的 Thomas Matthew Crooks， 达拉斯的冰枪手，以及现在的 Tyler Robinson。我们开始看到越来越多的谋杀暴力行为，而且这种暴力不是随机的，这是有针对性的暗杀。情况正在恶化，我们房间里的每个人，当然也包括您，总统先生，以及所有的工作人员。我们现在每天都面临着这种威胁。我在美国转折点工作，过去1个月我几乎都在凤凰城和埃利卡还有他的家人和团队一起度过。总统先生，我要告诉您，即使经历了这样的噩梦，人们还是会问，在那么多人面前讲话是什么感觉？那种感觉，说实话，很糟，每一秒都让人觉得不舒服，但我们不会放弃。美国转折点组织将继续查理的巡回演讲。我们回到犹他州时，有6000人参加。昨晚在蒙大拿州有5000人参加。难以置信，我们将继续在校园里组织活动，面对这种威胁。越来越多的人站出来，他们知道查理的遭遇。但是总统先生，我们必须对此采取行动，因为我担心下一个被杀的人可能就坐在现在这张桌子旁。我们不会停止，但那些坏人需要停止。但是在被阻止之前，他们是不会停止的。谢谢。谢谢你，Jack， 非常感谢。我们再来2位，你来吧。然后是凯蒂，请讲。总统先生，感谢您邀请我们来这里。我不想老调重弹，但必须再次强调，阿提法是真实存在的，它确实是一个威胁。上周末我在波特兰亲眼看到他们制造混乱，现在问题变得如此严重，原因在于民主党和许多主流媒体人士拒绝承认他们的存在。如果我们国家有这么多的决策者和应该传递信息的人都不愿承认它的存在，我们又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因为通常的说法是，他们不是一个真正的组织，因为他们没有国家领导，没有国家总部。那么执法部门怎么能去打击一个根本不存在的组织呢？但执法部门会打击那些组织起来抢银行或进行砸抢的犯罪团伙。他们没有注册有限责任公司，没有正式的会员卡，没有办公地址，但执法部门仍然会打击他们，因为他们是一个团伙在作案。这些人并不是偶然的同时出现，你知道，他们并不是随机的在做同样的事情，随机的在穿着非常相似的服装，宣扬相同的意识形态。他们会说这是一种意识形态，没错，这是一种意识形态，因为现在有人相信它，并且正在按照它行事。所以我非常清楚阿提法一直在做什么。2020年骚乱期间，我非常忙碌，那可能是我今年之前最常接触到他们的时候。我曾在布罗德维尤的移民海关执法局工作过。我老家是芝加哥地区的，很不幸，但是那是我长大的地方。我当时在波特兰报道骚乱，也在洛杉矶待过。当时他们正在街上涂鸦，写着 CJNG， 那是一个贩毒集团的名字。所以这些人基本上与其他恐怖组织串联，宣称他们就在这里。他们会袭击联邦探员和那些揭露他们行径的人。所以要明确的是，我们国家现在出现的持续性政治暴力，不是什么双方都有错的问题。最近我去了格伦戴尔，参加了纪念查理·科克的活动。
那是一场保守派集会，非常和平，是我参加过的最和平的集会。今年我报道过的所有街头暴力事件，都是由左翼人士、激进左翼人士引起的，而且现在已经不仅仅是安提法了。在芝加哥地区发生的防卫性枪击事件，你知道那个人并不是穿着黑衣，而是自己决定出去干预并冲撞联邦车辆，所以人们变得越来越激进化。不幸的是，这是意料之中的。我们今天会面临这样的局面，是因为我结束了对暴乱的报道后，就从圣地亚哥地区一路南下到格兰德河谷地区，月复一月的报道边境危机。我们都知道解决办法，我们都知道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那些人说设立边境是种族歧视，但实际上并非如此。所以我们需要您重新上任来解决这个问题，但这不再仅仅是边境问题，而是全国性的问题。这也是您能够再次当选的原因之一。因为谢天谢地，美国人民表示我们不会再容忍这种情况了。但不幸的是，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很多人愿意走上街头诉诸暴力。这是一件可怕的事情，因为通常在2020年，我报道了明尼阿波利斯、洛杉矶、波特兰、西雅图，我还去了西雅图的无政府自治区，这些都是意料之中的。但现在，由于非法移民问题如此普遍，任何地方都可能发生暴乱，任何地方都可能发生袭击。所以回到我的家乡报道这些暴力事件，感觉有点奇怪。我的意思是，在达拉斯枪击事件发生后，他们在芝加哥郊区的布罗德维尤外面高喊杀了移民海关执法局的人。我就说到这，再次感谢能有机会参与。这件事非常危险，我们不像那些有数十亿美元资金的公司，我们常常是单枪匹马，自负盈亏。我们成了朋友，很多人都成了朋友，因为我们经常见面，而且我们希望有人在我们外出时照应我们。就像我说的，我们只是在那里报道，但我们会继续做下去，因为这是一个重要的话题，一个重要的问题。美国人民有权知道在这些混乱的情况下发生了什么，我们非常乐意去做。谢谢您。你做得太棒了， Thank you very much. 非常感谢。凯蒂，请。Hi, Mr. President. It is an honor. 总统先生您好，今天很荣幸能来到这里。首先，我想感谢各位将安提法指定为恐怖组织，他们的确就是个恐怖组织，早就该这样做了。我是一名来自西雅图的调查记者，在 The Post Millennial 与安迪吴和杰克波索维克共事。过去10年，我一直在渗透西雅图和波特兰的安提法组织，了解他们的内部运作。安提法利用极端的政治暴力来压制他们政治敌人的公民权利，并认为为了达到目的，任何暴力手段都是正当的。但今天我想重点谈谈在波特兰的移民及海关执法局设施发生的事情。过去4个月，我一直在报道这件事，同时呼吁那些完全忽视或虚假报道此事的媒体关注。这完全是对美国持续不断的攻击，而且还得到了民主党民选官员的支持。波特兰警察局已经完全放弃了移民及海关执法局设施外的几个街区，将管辖权让给了一个恐怖组织。过去4个月里，该组织一直在骚扰、袭击和恐吓任何他们认为反对他们的人。不仅联邦探员连续100多天遭到无情的袭击，而且那些用黑色面罩遮住面部的黑衣无政府主义武装分子，仅仅因为记者试图报道他们的罪行，就袭击记者。今天我坐在这里，带着一只乌青的眼睛和脑震荡，因为就在上周，我在移民执法局设施外报道时，被一根金属杆猛击面部。袭击发生后，我立即找到了3名波特兰警察，但他们拒绝拘留嫌疑人。我花时间在街上追捕嫌疑人，并控制了他35分钟，等待波特兰警察前来，但他们始终没有出现。这件事让我真正看清了这个团伙的真面目。我亲眼看到20名安提法武装分子帮助袭击我的嫌疑人逃进了一个安提法安全屋。这个安全屋离移民海关执法局的设施只有1个街区。这个安全屋是安提法附属的抗议者进行策略性操作的地方，他们在这里休息、洗澡、吃饭，以继续他们的行动。我对这个安全屋进行了监视，
并观察到他们的轮班。这个团伙组织严密，通过互助团体获得资金，并且没有停止的计划。住在移民海关执法局设施对面的居民被安提法挟持，他们恳求联邦政府介入，市政府拒绝提供帮助。他们希望川普总统出面恢复法律和秩序。我想强调认真对待这件事的重要性，因为当我刚开始报道这次占领事件时，我曾卧底进入黑衣集团，与这些安提法武装分子交谈。我坚持了1个月左右。他们认为移民海关执法局的特工是需要被杀死的纳粹盖世太保。他们直接告诉我的。我认为如果不认真对待这件事，迟早会有人被杀。谢谢你们邀请我。谢谢你，凯蒂，这真是太不可思议了。唯一没人能回答的问题是，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他们就像叛乱分子，是些很糟糕的人。但你真的想知道为什么？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除了显然是有人付钱给他们之外，他们能得到什么？他们收了很多钱。请继续。总统先生，如果我可以回答这个问题，他们这样做的原因，是因为这些和我们同处一室的媒体宣称，我们这些人都是纳粹和法西斯分子。而且他们已经这样做了好几年了，这就是为什么安提法会壮着胆子攻击我们。现在在座的几乎每个人都曾受到过用钢制球棒威胁，我们被袭击、被骚扰、被威胁，这很大程度上要归咎于媒体。所以我现在想对媒体说几句，因为2年前，或者说2020年，我在华盛顿特区报道安提法时受到了新闻审查。总统先生，您刚才说现在这里很安全，但当时并不安全。2020年，我亲眼看到一位父亲被安提法成员围攻，他那饱受惊吓哭泣的孩子们就在一旁看着，而这里的警察却什么也没做。我亲眼看到一位女士仅因为在华盛顿特区的街头挥舞美国国旗，就被暴力地扯掉了头发。顺便说一句，如果你们想去找这些视频，你们是找不到的，因为推特删除了所有这些视频，因为当时我们的总统分享了我的报道，他们立刻删除了我的整个账号。所以现在，如果你想知道2020年发生了什么，你只会看到媒体的头条新闻说，那场面虽然激烈，但基本上是和平的。谢谢你 ，CNN， 就是你们这么胡说八道。事实是，过去10年里，安提法一直在肆意破坏，给那些守法的、无辜的美国公民带来了灾难。这种局面必须结束。我现在在美国转折点工作，很荣幸能来到这里。总统先生，非常感谢你们，感谢政府里的各位能给我们一个参与的机会，因为媒体长期以来一直在妖魔化我们，而且在我们创始人查理·科克被残忍暗杀后，美国转折点在全国各地的分会都面临着暴力事件的增加，因为那些潜伏在我们大学里的安提法组织会去袭击他们，在当地进行报道非常困难。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不敢去波特兰，因为我知道唯一会支持我的人，就像周六说的那样，只有我在当地的朋友，因为那里根本没有警察。我非常害怕去那里，因为我知道如果我被枪击或刺伤，我曾经在德克萨斯州奥斯汀被安提法袭击、围攻和抢劫，没有人会来帮助我。所以我恳请整个政府，特别是司法部，请务必动用全部法律力量，去追究每一个在芝加哥、纽约、波特兰的移民海关执法局设施前干坏事的激进左翼分子的责任。因为正是我们对左翼暴力的软弱，才助长了我们在这个国家所看到的所有恐怖行为。正是左翼一次又一次地逃脱了对守法美国公民的袭击，才导致了我们今天的局面。因此，我所接触到的美国民众，他们真的觉得自己完全被州政府和地方政府抛弃了。所以请介入吧。有美国民众恳求国民警卫队的帮助，也恳请这边的媒体，请报道真相，请做好你们的本职工作。我是一名美国公民，我们在座的每个人仅仅是将自己视为美国公民，拥有 iPhone， 并且有意愿去真正讲述真相。所以请认真对待你们的工作，告诉美国人民真相。感谢你们让我代表查理来到这里，继续他清理国家的遗志。谢谢总统先生。非常感谢，你的感受很强烈，我非常理解。我真的很愤怒，总统先生，我被打了很多次，我的朋友们也被打过，我现在喜极而泣，因为我们被完全忽视的太久了。近10年来，我们一直在街上遭到袭击，我亲眼看到孩子们因为父母在街上被袭击而哭泣，这种事不应该在我们的首都发生，所以再次恳请司法部，请动用全部力量追查每一个参与者。太棒了，非常感谢，做得好，充满激情。
impassioned. 这很重要，因为你们就应该这样。请继续。 Please, go ahead. 总统先生，感谢您邀请我们来这里，并把这些勇敢的记者们聚集在一起，包括坐在房间这头的所有人。没有人比在座的各位更能体会到暴力，正如总统先生您提到的。我认为我们都知道，这不仅仅是关于暴力和混乱的故事，而是一个关于资金的故事。在政府问责研究所，我的同事彼得·施韦泽和我以及我们的团队追踪了这些资金，最终发现了一个我们称之为抗疫产业综合体的顶端，也就是暴乱公司。我们发现了一个非政府组织网络，不仅仅是索罗斯网络、开放社会网络，还有其他的资助网络，如阿拉贝拉资助网络、泰德资助网络，以及内维尔罗伊·辛格姆和他的网络，还有来自国外的资金以及大型左翼资助者，其中一些甚至不是这个国家的公民，比如来自瑞士的汉斯·约格维斯先生，他们正在向整个生态系统注入资金。所以我想和大家分享3个关于暴乱公司的资金真相。第一，像任何公司一样，暴乱公司也有很多部门，不仅仅有安提法这样的地面行动部门，还有公关部门、市场部门，以及资金非常充足的法律部门，以便尽快让这些地面人员重返街头。当然，还有我刚才提到的那些投资者。第二，我们已经确认了数十个激进组织，不仅仅是分散的安提法组织，而是数十个从暴乱公司投资者那里获得了超过1亿美元资金的激进组织。这些包括律师团体以及那些把正直的美国人称为法西斯分子的那些团体等等。第三，我认为最令人震惊的是，我们发现超过1亿美元的美国纳税人资金流入了这些资助网络，其中至少有400万美元直接流向了这些团体。不仅仅是安提法类型，比如在亚特兰大有一个名为“停止警察城市”的活动，60多名暴乱分子被指控犯有国内恐怖主义罪，而这些团体从亿万富翁阶层以及纳税人的钱中获得了资金。还有一点，这些资金还资助了分散的众筹平台安提法组织 Elmick Fork 的约翰布朗枪支俱乐部，他们与袭击移民执法局设施有关。3社会主义步枪协会都可以通过这些平台获得资金，即使他们没有有限责任公司或联邦雇主识别号码。其中一些众筹平台就是由我们所说的暴乱公司网络资助的。再次感谢您和整个内阁的领导，我们会继续追踪资金流向。感谢您所做的一切。你们知道这些资助者的名字吗？如果知道，请提供给卡什或者帕姆或者克里斯蒂，我们会追查他们，越快越好。我说的是你们所有人，因为过一段时间，你们可能就会知道那些人的名字，你们慢慢会发现的，这些人对国家不怀好意，这可能就是叛国。所以如果可以追查的话，这非常重要。如果可以这样做，那就太好了。没有人比你们更清楚了，你们会弄清楚的。谢谢，请继续。我叫 Nick Shirley， 今年23岁，是一名完全独立的 YouTube 记者。在过去1年左右的时间里，我去过15个国家。我曾与巴西帮派和贫民窟以及 C-Call 监狱的人们待在一起，但不幸的是，我到过的最危险的地方却是在美国。我有机会向人们展示了美国的安提法抗议活动，他们在美国所做的事情没有任何自发性。我亲眼看到人们从各州被巴士运来，我看到同一个人在亚特兰大的抗议活动中出现，然后又被巴士运到华盛顿特区和纽约市参加抗议活动。他们所做的事情一点都不诚实，而且他们使用的标语，我曾在华盛顿特区和伦敦都看到过相同的标语。这是一个庞大的组织和企业，他们正在运作。人们可能想知道，如果我们去那里，对我们美国人有什么威胁？那么你会被贴上法西斯主义者或纳粹的标签，他们会诅咒你死亡，因为他们也诅咒我死亡。就在上周，在俄勒冈州波特兰市，我看到一位女士被困在车里，被安提法包围。她的姐姐在看到视频后给我发消息，说她认为她妹妹安全的唯一原因是因为我在那里拍摄。我也被一名安提法成员追赶，他说他要干掉我。接下来，一名国土安全部的狙击手用激光瞄准了他的胸部。如果我不在那里，
谁知道那天会发生什么？这些人非常危险，人们想知道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原因是这些城市没有执行法律。如果法律没有被执行，这些人为什么要担心呢？我们既不是极右，也不是极左，我们只是做正确的事。揭露这些团体在美国所做的事情的真相是非常危险的。我感谢总统先生和您的政府承认这一点。非常感谢你遭遇的这些事太糟糕了，你会查清真相的，所以你做的事情非常重要，非常感谢。下一位卡姆。我只是想简单说几句。我每次工作都会受到攻击，我出门工作时都会受到暴力袭击，有人用枪指着我，有人朝我喷辣椒水，我被人殴打，差点被杀。所以我想问问大家，如果你们每次上班都有蒙面武装分子想要杀了你们，你们会怎么想？因为这就是我们的感受，这就是我们真实的生活，而你们却说我们在撒谎，说暴乱没那么严重，对吧？我从没见过你们中的任何人在现场。事实上，我从未见过任何代表你们公司的人在现场。你们来找我们做采访，但采访却从未发表。别再说我们撒谎了，我们没有。我们每天冒着生命危险去做你们不敢做的工作。你觉得这里哪个媒体是最糟糕的？这个问题不好答。其实很简单，这里有很多人。我说的不是福克斯，也不是 Newsmax 或者任何跟他们相似的媒体，所以你们自己想我在说谁。哪个台 ？MSNBC 肯定是。他们太糟糕了，我同意。CNN 可能也差不多，我也是这么认为的。MSNBC 那是布莱恩·罗伯茨，他允许这种事情发生，真是太可耻了。没错 ，CNN 排第二，对，第二，我觉得 CNN 还没 MSNBC 那么糟糕。MSNBC 已经算不上真正的媒体了。MSNBC 太恶心了。他们发的关于移民执法行动的报道也带有很强的偏见性。正如我刚才所说，这不仅仅是安提法的问题，还有一些美国人也变得激进化了。他们在报道上非常不负责任，比如 MSNBC 就是这样。你觉得他们是最差的吗？你觉得哪个排第二？他们曾经报道过一个关于在南加州的一次行动，说一个有3个海军陆战队士兵的父亲被捕了，他们却说仅仅是因为他是棕色人种，但是有视频显示同一个人拿着除草机冲向了执法人员。我以前也用过除草机，你肯定不想被他打到，所以他被捕是因为这个，但是他们却把这个故事说成仅仅是因为一个棕色人种被捕了。我和移民海关执法局的探员们一起工作过，而且我也是美国公民，我感觉没事，事实就是这样，不仅仅是安提法，也不是孤立事件，而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不对，这是互相配合呼应的。我认为他们和一些媒体是勾结在一起的。我认为 ABC 很糟糕 ，NBC 也很糟糕 ，CBS 换了新的老板，所以我对 CBS 抱有希望。我个人认为 CBS 的新老板很棒，但我还是要说 ABC 很糟糕 ，NBC 很糟糕。你知道 NBC 也就是 MSNBC， 他们只是在法律上做了变更，这样他们就不会因为 MSNBC 的名声而受到影响，但他们的确非常糟糕。这样的媒体有很多，独立媒体呢？独立的电视台呢？独立媒体稍微好一点，但我想说，我们就是一个例子，证明你不需要成为一家超大公司的一部分，也能从事基本的新闻工作。你只需要坐下来录音，让故事自己发展，这就是他们讨厌我们的原因，也是安提法把我们当成目标的原因。我看到了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不诚实程度，他们会篡改受访者的回答，比如就在选举前，贺锦丽的一个回答就被改了。他给出了一个非常糟糕的、令人震惊的挑战选举的回答，然后他们把那个回答删掉了，换成了他5分钟后给出的另一个回答。那个回答是关于另一个话题的，但至少那个回答不挑战选举。我知道媒体的不诚实程度令人难以置信，无论是在安提法还是其他许多团体的问题上。你知道，你刚才提到了安提法，我知道这与你息息相关，因为这是对你影响最大的。但还有其他一些组织和安提法一样糟糕，或者几乎一样糟糕。他们针对不同的人在世界的不同地区活动，但情况非常糟糕。我们不会允许这种情况在这个国家继续下去，我们绝不允许。一个很大的问题是，并非所有媒体，但有些媒体有问题，你肯定想知道为什么，你肯定想知道为什么，对吧？好的，请继续。好的。
Mr. President, thank you again. 总统先生，再次感谢您，谢谢。 I'm an investigative reporter for 我叫 Jonathan Cho， 是美国转折点的前线调查记者。 Institute in Seattle, 我也是西雅图探索研究院的高级研究员。 as well as the homeless 我主要报道美国的极左极端主义以及无家可归者吸毒危机。 intersect. 我发现这两个领域经常相互交叉。 Wanted to bring to your attention 我想向您汇报一个最新消息： from Capital Research Center 首都研究中心与探索研究院合作， Institute. They just 刚刚发布了一项研究报告。报告显示，安提法组织大量渗透到无家可归者和住房非营利机构。 and housing 在许多情况下，无家可归者产业综合体 homeless industrial 正在为安提法组织提供掩护。 安提法组织正在从美国纳税人的钱中获益， and they're essentially 并且基本上被当作打手使用。举个例子， There's a group called Stop the Sweeps. 现在美国许多城市都有一个叫做“停止扫荡”的组织， What they're 他们会出面阻止清理营地。 doing in Antifa militants 他们暗地里所做的是引入安提法激进分子来制造危机。 Another group right now 抹黑警察。根据我们目前的研究，另一个与安提法有关联并密切合作的组织是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也称为 DSA。 Democratic Socialists of 这些极左进步团体往往与安提法组织结盟。 far left progressive groups 最后，我想再次感谢您，总统先生。 Antifa. So finally, in 几个月前，今年早些时候， Mr. President, is that a 您发布了一项关于美国无家可归者和药物成瘾危机的行政命令， the drug addiction crisis 这让整个无家可归者产业综合体 homeless industrial complex 都如坐针毡。您绝对改变了局面， absolutely moved the needle and 而 changed 且 the 再 game. 次表明，美国的无家可归者住房非营利组织与安提法和极左活动分子之间 With the homeless housing 存在着深刻的联系。 in America 最后，我想说，我们美国转折点 Finally, 和探索学会的所有资源 resources at Turning Point 都供您调遣。 Institute are at your 我们将 disposal. 继续传承查理·科克的遗志， Carry on the legacy of Charlie Kirk. 他会希望我们继续追查真相。 And chase the story. 他是我的好朋友，你们也知道，他帮助我们赢得了选举。他们中的一些人不多，但是你们有没有注意到，我们提到 CNN 和 MSDNC 的时候，两个摄像机立刻就关机了，但他们反正也不会报道。我们面临的问题是，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会议，但你们会看到关于他的报道很少，这些都是重要人物发表的重要声明。包括在座的各位，但你们不会看到太多相关报道，他们不喜欢报道这类事情，那里发生的事情非常不诚实。我认为媒体是一个很大的因素，请继续，谢谢你 ，Jane。 Thank you, James. Mr. President, thank you so much for having us all. 总统先生，非常感谢您邀请我们来这里， MSDNC, 让我们有机会关注这个问题。您刚才提到了 MSDNC、CNN 以及其他一些媒体， over at ICE have been doing. 他们一直在散布关于各个方面的谎言， Portland the other day, 尤其是关于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的谎言，以及那些在那里工作的勇敢的人们。前几天我在波特兰和一些安提法成员交谈， putting their lives on the 我 line. 发现他们中的很多人真的相信那些谎言， Immigration law, right? 他们真的以为自己在对抗真正的纳粹， Up until maybe a few years. 而不是那些冒着生命危险 Once again, thank you so much. 去执行基本移民法的勇敢的人们。 Job is traveling. 要知道，在几年前，大家似乎都认同这些法律。 Political topics. 再次感谢您邀请我，我叫 James Clark。 I have had a lot. 我的主要工作是在全国各地与美国人交流各种政治话题和议题。 Primary reason why 在过去的5年里，我多次与安提法发生冲突。 to make their voices heard. 我认为安提法是许多保守派不敢外出抗议、 Exercise their first. 不敢带着亲朋好友参加示威、行使宪法第1修正案权利的主要原因。 Militants showing up. 因为他们真的非常害怕。我经常和这些人交谈，他们害怕那些穿着黑衣、隐藏身份的激进分子出现，伤害他们和他们的家人。 Of police officers. 我亲眼目睹安提法袭击了数百名警察， Property. I've witnessed. 我亲眼目睹他们用燃烧弹袭击警察局和联邦财产， Journalists. 我亲眼目睹他们对联邦探员、警察和记者 Personally, but I've seen them 发出死亡威胁。 hunted down and. 我想这里在座的各位，也许不是每个人， You know, this is a group. 但很多人都曾被他们追捕和攻击。 A good percentage, if not a 这个组织应对2020年和2021年大部分暴力骚乱负责。 Democrat. 当时民主党籍市长对这些左翼激进分子采取了一种放任的态度。 Just as a quick reminder for 提 everybody. 醒大家一下，
我们说的是那些骚乱中发生的数十起谋杀案，我们说的是全国各地社区遭受的数十亿美元的财产损失，我们说的是数千名警察受伤。所以，这不仅仅是他们偶尔打记者的小事，他们应对大量的破坏，许多人的不幸死亡以及对人们言论的压制负责。我想说的是，为了获得这些影像资料，几乎在座的每一个人都必须卧底，因为你们可能被殴打，甚至冒着更大的风险。你必须卧底，低调拍摄，才能捕捉到他们犯罪的证据。这是主流媒体过去和现在都没有做的事情。他们只会展示安提法比较平和的时候，或者比较缓和的时候，但当情况变得暴力、真正危险的时候，他们就会撤走摄像机。我亲眼见过传统媒体的车开到离骚乱地点300码的地方，下车拍摄30秒，说一些类似于场面激烈但基本和平的话，然后收拾东西走人。更可气的是，一些民主党政客竟然说安提法只是一种想法。在经历了这一切混乱之后，这只是一种想法，好吧？这个想法已经威胁要杀死我和我今天在场的许多朋友。总统先生，非常感谢您将此事提上议程，这肯定会带来很大的改变。非常感谢您。我想问一个问题，为什么有这么多组织？我的意思是，安提法很糟糕，但还有其他一些组织，我想可能几乎一样糟糕，或者说就是一样糟糕，但没有提到其他任何一个组织。我对此有点惊讶，你只是接触到安提法，似乎你主要接触的是安提法，请讲。他们之间有很多重叠之处，比如刚刚提到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他们基本上就是一回事。很多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也穿着黑衣，遮着脸。所以我觉得我也理解，我声明一下，我理解像刚刚说的，把安提法作为一个可以把握的实体是有难度的，我理解。但归根结底，我们看的是行为，我们惩处的是行为，对吧？我们不是因为想法或意识形态而惩处，而是因为行为。所以，不管你能不能证明这个模糊的东西是安提法，或者某人有个写着安提法的徽章，都没关系。他们有没有袭击别人，有没有袭击联邦探员，有没有参与暴动，他们做了什么，所以他们总是说，哦，他们不自称是安提法，但他们中的一些人确实这么称呼自己，比如波特兰的玫瑰城安提法，安迪，它存在多久了？从2007年开始，他们自称安提法，在西雅图，我就在联邦大楼外面，他们就在那儿喊，说这里没有警察，这是安提法的地盘。与此同时，像我们州长这样的民主党人却说，安提法只是一种理念。我认为安提法其实和其他很多实体和组织重叠。非常好，谢谢。后面有人要补充吗？然后我们会回答问题，你们说说。回答媒体的问题是不是浪费时间？因为他们可能会提问。不过布莱恩在那儿，他不错，但你知道吗？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是在浪费时间。因为如果你给出了很棒的回答，他们不会播出来；如果你给出了很糟糕的回答，或者即使你给出了很棒的回答，他们也会让它听起来不怎么样，他们非常不诚实。你说吧。尼克，对，我认为不诚实的部分原因在于他们看的东西，例如除了福克斯新闻，我从未被邀请参加过任何其他节目，我的片段在网上疯传，但他们甚至从来没有找过我。CNN 没有 ，MSNBC 也没有，我在酒店经常会看 MSNBC。幸运的是，他们的收视率很差 ，MSNBC 快完了 ，CNN 也不行了，真可怜，太惨，太可悲了。你看没看过他们晚间节目地主持人？没人听说过他们，他们都是哪儿冒出来的？我随便找个人都能比他们做得好。是的，展示真相并不难，你只需要一部手机。你用手机就能发到 X 平台，他们不相信什么明星效应，就是这样，对吧？好，尼克，非常感谢，干得好，非常感谢，你们真是经历了很多磨难，但我得说，你们都是了不起的爱国者，了不起的人民，请继续，布莱恩，请讲。我非常感谢你们每一位现在想来到这里的人，我也很感激我的频道与你们中的许多人合作。杰克，你在我们台里有一个节目，你们中的许多人，比如萨凡娜，也曾在我们的节目中出现过。非常感谢你们的到来。我的问题是这样的，
关于追踪资金流向，我想说的是，奥斯汀市明天将投票决定是否免除12万美元的费用，以便让一个不要国王，基本上是反川普的集会，在他们城市举行。他们绕过了这些费用，转嫁给了纳税人。所以我的问题是，德克萨斯州奥斯汀市的人民现在能做些什么，以确保他们的税款不会资助即将到来的所谓不要国王的反川普集会？如果真像你说的，我肯定会想办法解决，提起诉讼，做点什么。你知道，最好的办法就是确保选举公正，因为在很多地方选举都被操纵。看看那些人，他们都爱戴我，热情高涨，每个人都这样。你看不到任何负面的东西，但突然之间你就以20个点的差距输掉了选举。选举就是被操纵了。我们在2020年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即使是上次选举，我也在某些地区赢得了更多选票，我们以压倒性优势获胜。但实际上我们赢得比想象的还要多。我说过，一定要让我们的优势大到他们无法操纵。幸运的是，人民让我们的优势大到他们无法操纵，他们尝试了，但没能成功。所以最重要的是要确保选举公正。如果你没有公正的选举，你需要好的媒体，你需要边境等等。你需要边境，你需要诚实的媒体，你需要公正的选举，这样你才能拥有一个伟大的国家。这三者缺一不可。好，请继续。如果他们免除费用，我希望你们能重视这件事，但我保证，如果不是为了反川普，如果是保守派的集会，他们肯定不会免除费用。所以，帕姆，也许你可以调查一下托德，这听起来像是托德和帕姆该做的事。托德，请说，祝你好运。请澄清一下，您说您可能会去加沙，我代表电视媒体，我在 NBC 工作。可惜了。继续澄清一下，您说您可能会去加沙，还有今天早些时候我问的第二个问题，您说芝加哥市长和伊利诺伊州州长应该被监禁，您有没有要求司法部调查可能的指控？我看过相关法律，一群警察取消了对移民执法局官员的安全保护。我了解到，今天我在很多报纸上都看到了这是非法的，他们所做的事。我想是移民执法局是吗，克里斯蒂？他们受到了威胁，警察一开始配合得很好，一切都很好。然后突然一个女人打电话说，所有人后退，出去。他们接到了警察局2把手的命令。州长和市长都知道这件事。我了解到这是一种犯罪行为，你想对此发表评论吗，克里斯蒂？好的，我们看到这种模式不仅在伊利诺伊州，也在俄勒冈州的地方执法部门和州执法部门中出现。事实上，昨天我在波特兰，一些移民及海关执法局 ICE 的官员告诉我，当他们开车经过暴徒时，暴徒们叫嚣着杀死移民局特工、燃烧弹、摧毁移民局，而波特兰警察却在为他们欢呼，举着拳头为那些威胁他们生命的暴徒欢呼。在芝加哥，有一个10辆车的车队跟踪我们的移民执法局官员，并将他们逼停。当这些 ICE 官员下车时，一名女子试图冲撞他们，并开车碾压他们。为了安全起见，他们开枪了，所以这种情况经常发生。任何允许这种情况发生，并为那些犯下谋杀罪行的人提供庇护的民选官员，在我看来，都应该受到起诉。丹尼尔，顺便说一句，马可·卢比奥在这里。马可，请到这边来，他会给这个团队带来一些稳定性。过来吧，大家都认识马可·卢比奥吗？有人不认识吗？有些记者不认识，所以他们不应该当记者。过来吧，马可，中东有什么我们应该知道的事情吗？总统先生，我正希望和您谈谈这个。他做得很好，他就是为这份工作而生的。丹尼尔，请。非常感谢，我有2个问题想问你，可以吗？西莫斯刚才谈到了一些关于资金方面的问题，您是否认为，如果追查安提法组织的资金来源，就像斩断舌头一样，能有效打击他们吗？应该会有帮助吧。 It would help. You know, I don't know that it would be totally complete, but it would certainly you'd knock out 75%, 80%, 85%. These people, a lot of them don't believe it.
You know, when they, I watch them, I say, I can almost tell a pro. 他们就像是专业抗疫的，那是他们的全部工作，而且他们是受雇于人的。我认为这会消除很多问题，也许不是全部，但会消除很多。 Maybe, but a lot of it. 在过去的1个小时里，我们听取了很多人的意见，他们都强调安提法不一定是一个组织严密的团体，它具有一定的模糊性，组织性不强。我认为这是安迪使用过的一个词。那么，要打击这样一个故意让人难以追踪和发现的组织，挑战是什么？这个问题是给司法部长，也可以问在座的各位。 他们很聪明，而且会欺骗人。他们中很多人都不诚实，他们一辈子都在逃避麻烦。而且说实话，他们从出生那天起就很坏。这些人心里有问题。帕姆，请讲。 Pam, go ahead, please. Well, they're smart, but they're not smart enough. 他们很聪明，但还不够聪明。 It's broken. They're smart. 哦，我的麦克风坏了。 They have been. 他们很聪明，但还不够聪明。他们多年来一直受到这些自由主义城市的庇护，所以我们和财政部以及所有不同的部门合作，来找出其中的犯罪阴谋。 Criminal conspiracy. 你是哪家媒体 Who 的 you with? Who you with? The Center Square. I had the honor 中心广场，我曾经有幸问过您， designate 是否会将安提法指定为恐怖组织。今天我站在这里， I'm echoing what 和这边 Andy 说的一样。 are you going to work 国务卿今天在这里，您是否会与您的政府部门合作，将其指定为外国恐怖组织？是指安提法吗？ 安提法外国恐怖组织。 这件事办了吗？ Well, has that 差不多了吧？你想达成这个吗？ Would you like to see? 总统先生，是的，他们和国外有联系，遍布整个西欧、 I think it's the kind of thing I'd like to do. If you'd like to. 中东。大家都同意吗？如果你们同意，我也同意。我们把它完成吧，好吗？我们把它完成。马可，我们会处理好的，那是国际性的。你是说国际性的？我觉得不错。史蒂夫，你同意吗？ 是的，没错，他们的确和国外有广泛的联系。我认为采取行动调查此事是很有必要的。 好，我也这么觉得。好，我觉得这个点很好，谢谢。好的，请讲。穿蓝色裙子的女士。 Blue dress, blue. President Rebecca with Blaze News. I'm curious to know. So you're talking about the money 丽贝卡， these Antifa organizations. 布雷兹新闻，你提到资助安提法组织的资金，有人提到了罗伊辛格汉，好像是你提的，他娶了粉红代码的联合创始人之一。 Who is that? Where's? 这个臭名昭著的左翼组织，我很想知道政府对此的态度。 Oh, I see. 罗伊辛格汉， Okay. 他娶了她。 Good. 刚刚是一位记者提到了他，但是这个人已经被广泛报道了。我很想知道政府打算采取什么措施来追究这些人的责任。我不认识这个人，但我希望帕姆能关注一下。很多有用的信息都是通过你或者像你这样的人提供的，所以我希望你能关注一下帕姆。 I'd like you to look at it, Pam. In the back, please. 有确凿的证据表明，安提法在2021年1月6日渗透，装扮成川普的支持者，煽动暴力。您是否希望国会新的 J6 委员会调查此事？ Well, I've heard that they dress up like, you know, they're fresh out of MAGA. 我听说过， Nothing to do with 他们 MAGA. 装扮成刚从 MAGA 出来的人，但他们和 MAGA 没有任何关系。他们制造麻烦，还试图嫁祸于人。 We've seen it. So. 我们知道一些这样的事，我们也会对此采取行动。我们已经见识过。你知道，问题是，虽然这里有一些非常诚实的记者，但也有一些非常不诚实的记者，比如 MSDNC 和 CNN， 我认为他们非常不诚实，简直难以置信。和他们交谈简直是浪费时间，但我现在必须去解决中东的一些问题。虽然我们的国务卿很好的代表了我，他甚至可能比我做得更好，但谁知道呢？我们不想冒任何风险，所以我们要去处理这件事。